深夜的小蜜蜂。当兵的日子里，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在一场辛苦的演训后，看到熟悉的小货车停在空地上。那辆载满饮料、热食和杂物的小蜜蜂，总能让我们疲惫的身体迅速充满能量。而那辆小货车的主人才哥，则是我们营区的精神支柱。才哥是个热心又随和的人，退伍后开始经营这辆餐车。他说，当兵最痛苦的就是吃不好，我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得开心。才哥的油饭、鸡排、茶叶蛋，甚至连手摇饮，样样都像是为我们量身打造。每次看见他的小货车停在打靶场或演习场附近，整个营区都会沸腾起来。然而，这样的快乐却在那年演习的某一晚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我们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怪异事件。那天，我们奉命前往一处偏僻的山区进行野外扎营，为期3天的演习。每个人都得自己挖好沟、搭帐篷，准备应付突发状况。山里气温骤降，夜晚寒风刺骨，吹得人骨头都在发抖，能依靠的只有军毯和彼此间的玩笑来取暖。到了夜深时分，所有人都已精疲力尽，纷纷钻进壕沟内准备短暂休息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喇叭声，随后一辆亮着灯光的小货车缓缓驶入了我们的视线范围。才哥来了，有人兴奋地低声喊道。所有人立刻振奋起来，忘却了寒冷和疲惫。虽然不确定为什么才哥会出现在这样的深夜，但他的到来像是给我们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我们几个人匆匆披上外套，提着钱包准备前去犒赏自己一番。然而，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我们走出壕沟，朝货车靠近时，那辆车却缓缓往后退。喂，才哥，等一下啊！有人高声喊道，但小货车并没有停下，而是继续往更深的山路驶去。怎么回事？才哥在耍我们吗？其中一名弟兄抱怨着，但我们都觉得事情有些奇怪。才哥一向是个热情的人，从不会刻意避开我们。我们咬着牙继续追，却发现小货车的尾灯越来越远，直到完全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。就在我们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阴冷的风声，带着低语般的奇怪声音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回到壕沟后，我们几个人都有些沉默。大家虽然没有明说，但眼中都透着相同的不安。深夜的山区显得格外寂静，连虫鸣声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的风声。是不是看错了？可能不是才哥的车吧？有人低声说道，试图安慰自己。但我们都知道，那辆货车的喇叭声和车灯，分明就是才哥的招牌。这个夜晚，所有人都带着不安的情绪入睡。直到天亮后，营区传来了一则消息，让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原来，就在前一晚，也就是我们看到小货车的当晚，才哥因为气温骤降心脏病发，被家人送往医院急救，却不幸离世。我们在山里追逐的小货车，怎么可能会是才哥亲自驾驶的？消息传来后，所有人都沉默不语，胸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般。有人试图用科学解释，但更多人选择相信才哥是放心不下我们这群弟兄，即使在离开的那一晚，也想送来一份属于他的温暖和关怀。演习结束后，我们特地集合起来，为才哥举办了一场简单的追思仪式。在他的照片旁，我们摆上了他最拿手的油饭、鸡排和茶叶蛋，还有他最爱的一杯红茶。站在那里，我回想起才哥生前的点点滴滴。他总是那么乐观、热心，无论我们多么疲惫，他的笑容总能让我们重新振作。才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会记得你，我低声说道，仿佛他就在我们身旁。虽然那晚的经历让我们心生恐惧，但更多的是对才哥的怀念和感谢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成为我们永远的精神支柱，即使已经离开，依然守护着我们。从那之后，每次演习结束，当我看到小货车驶来时，总会忍不住想起才哥。
或许他还在某个地方静静地看着我们，微笑着说：弟兄们，快来吃点东西吧。